Afte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scores were released, a vlogger who does wish-granting interviews sat down with the childhood sweetheart of the state's top scorer. What's the one wish you want to see come true? Amy smirked at the camera. I hope a certain big shot keeps his word and doesn't apply to the same college as me. Let's just never see each other again. We had a running bet. This time, I'd said whoever got the higher score would have to grant the other one. 对面那户才是101In the past, whenever I lost, I'd always weasel my way out of it. Amy was certain I'd do the same thing this time, but she didn't know. I'd already gotten my early acceptance letter from RISD. I just forgot to tell her. This time, I would give her exactly what she wished for. We'd go our separate ways, for good. The day after the video aired, it was trending everywhere online. My best friend, Miles, sent it to me. I broke up with Amy immediately. 该早起了，这满朝文武等着您呢。皇上，皇上，该早起了。 I tried to reply, but she'd already blocked me. She wouldn't pick up my calls either. I figured there was no need to drag our 我可是5 families 点起床洗漱，然后看着猫眼等着你出门呢。 我真的听见他在笑。全球40.94亿男人做梦都想娶的绝美女神，却在和我一次喝醉后，稀里糊涂的去办了结婚证。酒醒后，我看到红本本，想死的心都有了，只因和我结婚的是江城第一豪门世家的千金大小姐。更离谱的是，她还比我大了整整8岁。我原本以为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很快就会结束，可我却不知道，她其实已经默默喜欢了我13年。结婚后，她更是彻底撕下了伪装，露出了真面目。我有些尴尬的挠挠头，支吾着问那个月希姐，我们真的结婚了吗？宁月希听到这话，表情变得有些奇怪，但还是点了点头。我脸一红，果然还是惹了麻烦。我稀里糊涂的娶了个快30岁的御姐，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俗话说女大3抱金砖，女大5赛老母。可宁月希比我大了7、8岁，这算金砖还是老母？再说了，宁月希可是身家上亿的富豪千金，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女神。就算她再怎么饥不择食，也不可能看上我。这点我还是有数的。宁月希看出我满肚子疑问，主动打破沉默。昨晚的事你还记得多少？我挠挠头，就记得昨晚在酒吧参加了个啤酒比赛，后来喝嗨了就什么都不记得。宁月希嘴角抽了抽，昨天我刚好在那谈生意，准备走的时候经过大厅，就看见你醉得不省人事。他指着自己脖子上发红的印记，我好心要送你回去，结果你不但拉着我在舞池里跳舞，还喊着要娶老婆，最后连我衣服都扯坏了。我听得来劲，追问道：“然后呢？然后呢？该不会是蘑菇炖小鸡那种狗血剧情吧？”宁月希翻了个白眼，想得美。保安把你拉开后，你还在喊要娶最漂亮的女人，最后硬是拽着我去民政局。听到最漂亮的女人这几个字，我隐约有点印象。仔细打量着宁月希，虽然当时喝醉了，但眼光倒是没跑偏。我愣了一下，忍不住问她：“你就没反抗吗？”宁月希不知怎么的脸突然红了，指了指自己的肩膀说：“我反抗了，可你像疯了一样扯我衣服，脸里面的吊带都被你扯断了。”他声音低了下去，我怕你真在这儿把我怎么样。当时我也喝了酒，脑子晕乎乎的，出租车里又没保安，我一个女孩子哪能挣得过？说到这儿，宁月希轻轻抿了抿红唇，眼里却悄悄闪过一丝笑意。我嘴角抽了抽，心里直叹气，完了，这下我在宁月希心里的形象算是彻底毁了。我低着头道歉，月希姐，都是我的错，昨晚喝多了冒犯了，你要打要骂都行，就算告诉我爸让他教训我也认。我苦笑着嘀咕，这酒真是害人，喝多了居然捡回来的老婆，还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邻家姐姐宁月希。宁月希轻轻耸了耸肩，漂亮的脸蛋上露出无奈的表情。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解决？是你主动对我负责，还是我去告诉你爸，让他逼你负责？我愣了一下，负责？难道姐姐喜欢我？这时我才注意到宁月希眼里藏着笑意，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月希姐是在开玩笑啊。想想也是，追求她的人那么多，哪轮得到我方墨来负责？我鼓起勇气对宁月希说：“月希姐，咱们离婚吧。昨天的事是我不对，以后我一定会补偿你的，不能耽误你。”话还没说完，宁月希突然深吸一口气，悠悠地问：“你要跟我离婚？”她这幽怨的语气让我愣住。不然呢？咱俩本来就没感情基础，难道要稀里糊涂过一辈子？宁月希叹了口气，现在离婚都有1个月冷静期，而且离了婚我就是2婚了。你是不是怕被小女朋友知道这事？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没有的事。看着她幽怨又娇媚的样子，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是怕耽误姐姐你以后找对象，全江城男人心中的女神就在眼前，还是我老婆，我还找什么女朋友？嘿嘿，宁月希轻咬嘴唇，那你为什么急着要离婚？昨天我只是路过，就被你拉去领证，便宜都让你占了，身子也被你摸了，还挨了打，结果结婚不到1天就要离婚。我咽了咽口水，她低头失落的样子真好看。月希姐，别说这么暧昧的话，我会误会的。仔细想想，宁月希确实挺惨的，她可是名门千金，标准的大家闺秀，追求她的人多得能绕地球3圈。要是让那些男人知道，他们心目中的女神突然变成2婚，而且还是因为我造成的，这确实有点惨。我忍不住问月希姐，你又不喜欢我，难道要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吗？宁月希突然沉默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心跳又开始莫名加速。她轻轻咬着嘴唇，突然说：“那如果说姐姐我喜欢你呢？”我一下子懵了，脑袋嗡嗡作响。她说什么？喜欢我？我紧张的咽了咽口水。你是认真的吗？宁月希突然笑了，那笑容灿烂的让我
我脑子一片空白。骗你的啦，在你遇到真爱前，咱们可以试着相处。结婚证都领了，就算现在要领，也得等30天冷静期，就当帮姐姐个忙呗。我爷爷天天催婚，烦都烦死了。咱们先试着处处看。宁月熙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心想：小傻瓜，姐姐等这么久才把你骗到手，怎么可能轻易放你走？虽然这么想，他脸上却不动声色，还故意嘟起浑唇说：要是实在没感觉，1个月后再离也不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虽然知道是自己不对，毕竟拉他结婚这事确实是我的错，但突然多了个比自己大8岁的御姐女友，心理上还真有点适应不过来。正想着，宁月熙突然往我这边靠了靠，一阵香气扑面而来，还没等我回过神，他就挽着我的手臂往外走。就这么说定了，今天先陪姐姐回家应付下家里人。我还在胡思乱想，转眼就到了他家门口，看着周围的环境，我犹豫了一下，想起宁月熙父亲那严肃的样子，这么快就要见家长了吗？昨天领证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害怕？宁月熙笑着搂住我，觉得有趣。原来昨晚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罪过，现在也会紧张的畏手畏脚。他忍不住抿嘴笑了。姐，别提昨晚的事了好吗？想起自己昨晚的糗态，我现在简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走到门口时，宁月熙突然停下脚步，红着脸看了我一眼，咱们能不能表现得亲密点？我愣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一直习惯性的落后他半步，像个跟班似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是夫妻，太生疏的话爷爷会看出来。他说着就一把挽住我的胳膊，他柔软的触感和淡淡的香水味让我瞬间脸红。185的大个子不自觉地弯着腰，活像只煮熟的虾米。宁月熙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还说对姐姐没兴趣。看着我这副滑稽的样子，他笑得更加开心了。宁月熙推开家门，发现别墅大厅空荡荡，只有2楼隐约传来些声响。楼上书房门突然被推开，传来爷爷的怒吼：你还有脸回来？我孙女婿呢？上次不是说有眉目了吗？不是说喜欢一个人很多年了？我孙女这么优秀，还搞不定她。自从你接手公司后，爷爷整天闲得发慌，就盼着抱重孙女享天伦之乐。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别说重孙女，连孙女婿的影子都没见着。宁月熙，你给我听好，这周要是再带不回孙女婿，你就别想进这个家门。听着爷爷洪亮的声音，我不由笑出了声。老爷子还是和几年前一样精神头十足。我们2家在爷爷那辈可是铁哥们，2位老爷子当年一起打过仗，是过命的交情。后来您家发达了，2家也一直有来往，直到我爷爷去世后，父辈们才渐渐疏远。姐姐没骗你吧？你可是救了姐姐一命。我怀疑的看向宁月熙，月熙姐，刚才老爷子说你喜欢了很多年的人。宁月熙眯着眼笑了，小东西，这么快就吃醋了？当然是骗他的。他接着说，就算真有这么个人，现在你都是我老公了，人都给你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别逗我了，再这样我真受不了。可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舒服。宁月熙没发现我的异样，拉着我进了书房，对爷爷说，人给您带回来了，该让您孙女婿露个脸了。一听到孙女婿3个字，老爷子立马精神了，猛地抬起头，我有点不好意思，想往月熙姐身后躲，可他除了气质比我好，其他方面哪能遮住我这个1.85米的大男人？老爷子笑着说，出来吧，这孙女婿还挺有意思的，居然会害羞。我忽然有种大姑娘头回见公婆的紧张感，结结巴巴地说，爷爷好，好久不见。林老爷子惊喜地喊道，方木，怎么是你？快过来让爷爷瞧瞧，都多久没见着咱们家方木了？哎呀，长这么高了，上回见你才跟你姐一般高呢。他说的姐姐自然是宁月熙，2家大人都以为我俩是姐弟关系，毕竟年龄差的有点多，就连一起打过仗的2位老爷子都没敢给我们定娃娃亲。谁能想到一场醉酒后，姐姐突然变成了老婆，想想就尴尬。宁老爷子往宁月熙身后张望，人呢？说好的孙女婿呢？正说着，他突然注意到我俩挽着的胳膊，整个人都呆住了，迟疑地问，月熙啊，你说的孙女婿该不会就是方墨吧？你在跟爷爷开玩笑吗？宁月熙承认道，我喜欢了很多年的人确实是方墨。宁月熙说完后显得很平静。宁老爷子突然用力拍了下桌子，生气地说，你当爷爷我老糊涂了吗？你们明明是姐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密了？你以为我不上网，想用周淑怡表弟那套来糊弄我？就算要骗我，也不该拉你弟弟来凑数。我心里嘀咕着，老爷子用凑数这个词有点过了。其实我明白他的想法，在今天之前，要说我对宁月倩没感觉，那肯定是假话。毕竟像她这样成熟性感的御姐，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住？更别说她还那么有才华。方木，你老实告诉爷爷，是不是被你姐姐拉来骗我？老爷子锐利的目光直直盯着我，那双眼睛仿佛能看穿一切。被他这么一看，我顿时心虚起来，甚至有点想打退堂鼓。要不干脆说实话算了。宁月熙微微蹙眉，轻声说道，爷爷，我真没骗你，我俩昨天已经领证了，所以今天才带方墨来见你。本来想慢慢让您接受，谁知道您这么着急。宁老爷子眼睛瞪得老大，什么领证了？他知道孙女虽然爱开玩笑，但大事从不含糊，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宁月熙嘴角含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暗恋方墨，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所以我才不去相亲。虽然2家联系少了，但我始终忘不了他。那天偶然相遇，我们互诉衷肠，原来他也喜欢我。昨天领证，算是修成正果，我听得一头雾水。虽然是谎话，可姐姐说的跟真的一样，让人分不清真假。奇怪，姐姐不是受害者吗？怎么现在反倒让我有种小白兔掉进狼窝的感觉？而且这剧情我完全没听过，这让我怎么接啊？方墨，你老实回答，月熙姐说的都是真的吗？就连一向沉稳的明老爷子都觉得太突然了，这信息量实在太大，我只好硬着头皮瞎编。是真的，其实我一直都喜欢月熙姐，从第一次见到她起，我就控制不住的心动。我还记得那时候月熙姐扎着马尾辫，一甩一甩的特别活泼。虽然她性格内向，总爱捧着本书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那样安静的她。听我这么说，宁月熙的脸颊顿时泛起红晕，她用手托着香腮，眼神温柔的看着我。宁月熙轻轻掐了下我的胳膊，娇嗔道：“刚才谁说想离婚来着？”宁老爷子听完大笑起来：“那你倒是说说，这些年你们都没联系，怎么又突然在一起了？”我擦了擦额头的汗，看着宁月熙期待的眼神，只能硬着头皮继
继续编故事。其实我一直担心年龄差距太大，怕月希姐只把我当弟弟，所以一直没敢表白。直到前段时间偶然遇见，才知道她一直在等我。我太开心了，就鼓起勇气表白。后来就领证了。老爷子咂了咂嘴，在哪遇见的？这么有意义的地方，干脆买下来送你们当新婚礼。反正一块地皮也不值几个钱，一块地皮不值几个钱。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爷爷，我赶紧摇头摆手拒绝。您家财大气粗，可以随便送，可我穷得叮当响。要是收了您的礼物，以后万一和月希姐离婚了，你应该多难过啊！但您老爷子特别固执，见我不肯说，又转头去问宁月希：“你们是在哪重逢的？”我和宁月希对视一眼，同时开口却说出不同答案。酒吧、学校。宁老爷子原本笑呵呵的脸一下子僵住了，两人又一次同时开口，这次说的是学校酒吧的事。我忍不住吐槽：“咱们能不能有点默契啊？”好在宁月希反应快，赶紧接话：“爷爷，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去方墨他们大学找朋友，正好遇见了他，晚上我们就约着一起去酒吧了。”老爷子点点头，觉得这个解释挺合理。他心想这俩孩子也真是的，两家大人一直以为他们是姐弟关系，谁都没往恋爱那方面想。要是早知道他们情投意合，哪还用给宁月倩安排相亲？知根知底的方墨不就是最好的人选吗？老爷子转头问我：“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有校长的联系方式吗？”酒吧倒是好说，车里一会儿就坐满了，但学校那边还得找人协调。听到这我忍不住苦笑，心里默默吐槽：“求您别炫富了，谁不知道你家是江城首富啊？”当然这话我可不敢说出口。正想着，老爷子突然神神秘秘地凑过来，压低声音问道：“既然你们已经结婚了，那你们那个了没有？”说着还做了个暧昧的手势，食指交叉比划着。我和宁月希顿时涨红了脸，毕竟我们又不是小孩子，当然明白他在问什么。我尴尬地咳嗽一声，要是真做了那种事，我还能跑得掉吗？光是宁月希那些追求者知道就够我受的了。没，还没有。林老爷子关切地看着你，方墨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爷爷从小看着你长大，一直把你当亲孙子看待。他目光直接落在我身上，有什么不方便的尽管说。我一脸无奈，爷爷，我身体好着呢。林老爷子终于露出狐狸般的笑容，那你们就抓紧点吧，我这日子过得无聊，要是有个曾孙陪我就好了。看着老爷子期待的眼神，我尴尬的想找地缝钻进去，感觉事情越解释越说不清了。宁月希赶紧接过话头，爷爷您别多想，我们打算等办完婚礼再考虑要孩子的事。我这人思想比较传统，您放心，我一定让您亲眼看到重孙女出生。老爷子一听，激动的拍了下大腿，对，你们虽然领证了，可还没办婚礼呢，得让亲朋好友都来见证才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我查过了，今年下半年都是好日子。老爷子兴致勃勃地说。宁月希却摇头，下半年我要出国出差，恐怕没时间。老爷子顿时泄了气，难道要等到明年？那我最快也得后年才能抱上重孙女。他不甘心地追问，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有空？宁月希听后露出灿烂笑容说道，这周正好有空闲时间，既然已经领证了，怎么可能让这小家伙跑掉呢？宁老爷子先是一愣，随即拍桌决定，那就这周办，3、4天准备时间足够了，我马上让管家通知亲友，你们这2天赶紧去挑婚纱和钻戒，爷爷全包了，酒店婚车这些也交给我，你们只要好好培养感情，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就行。被宁月希拉着离开宁家时，我还晕乎乎的，等回过神来，宁月希把车停在了商场门口。月希姐，我们现在要去干嘛？我问道。宁月希熟练的倒车入库，转头冲我坏笑，还用问吗？当然是去买婚纱了。我表情又僵住了，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他特别高兴，甚至有点迫不及待？虽然领证是我闯的祸，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好像被坑的人是我。宁月希带我来到男装区，笑着说：“你在这儿挑几套喜欢的西装吧，等会儿我来帮你挑衣服，看看我们家弟弟穿什么最帅。既然你是我老公了，这张卡里的钱就是我的嫁妆，你拿去随便花。”我一下子脸红了，感觉像是被霸道女总裁包养了似的，但我还是保持清醒，赶紧把卡推回去。我不能收月希姐的钱，谢谢姐姐，我自己能赚钱，生活费也够用，姐姐的钱我不能要。宁月希听完笑了，傻瓜，我们现在是夫妻，分这么清楚干嘛？你是我丈夫，花我的钱不是应该的吗？说不定哪天我破产了，还得靠你养我呢。他笑着说，这钱就放你那儿吧。说完潇洒的转身走了，看样子是真去试婚纱了。我在西装店里随便逛了逛，2个店员热情的给我推荐，我挑了几件觉得不错的衣服，准备待会挨个试穿。突然听到一声惊讶的叫声，方木，你怎么在这儿？转头一看，柳如烟正挽着陆晨的胳膊走进店里，她是我前女友，旁边那个就是她的新欢陆晨，我们昨天才分手，今天他俩就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出来逛街，还真是绝配。哟，这不是方学弟吗？陆晨故意搂紧柳如烟，冲我挤眉弄眼的笑着，明显是在炫耀。看到这一幕，我恶心的想吐。我们3个是大学同学，以前在学生会时，柳如烟就和陆晨眉来眼去，我提醒过他好几次，可他总说是普通同学关系。他还说是因为陆晨这个学生会主席看上了他，才一直带他在身边。大学毕业后，这女人竟然还跟着陆晨进了陆氏公司，成了他的下属，2人整天黏在一起。昨天我亲眼撞见他们在咖啡厅接吻，伤心之下跑去酒吧买醉，没想到今天陪月希挑婚纱，又撞上了这对冤家。我皱着眉头嘀咕，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真是倒霉透顶。柳如烟听了这话，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方墨，你留不住，也不能怪如烟，人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况且只有跟着我，如烟才能真正幸福。这些衣服你试试就行了，随便一件都够你半条命的钱。男人没钱就别想着高攀，柳如烟不是你配得上，我买不买衣服关你什么事？你管得也太宽了吧。我懒得理他，继续在货架上挑衣服。柳如烟看我这么冷淡就来气，他好歹是当年的细花，虽然是主动提的分手，但这男人怎么一点都不挽留？他难道不该痛哭流涕的求他别走，然后被他狠狠拒绝吗？柳如烟挡在我面前说，这种高档地方以后别来了，看在过去认识的份上提醒你手上那件衣服要8万多，弄坏了我们可不会帮你赔。旁边的店员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人，他们不知道这位可是宁月希小姐的丈夫，别说几件衣服，整个商场都是他家的。终于有个店员忍不住开
开口：“方莫先生是来试婚礼西装的，两位如果不买东西，请不要打扰我们的客人。再这样，我们只能叫保安了。”柳如烟冷笑：“就他这种连1万块都拿不出来的穷鬼，也配叫客人？我男朋友陆晨可是你们店的至尊黑卡会员。”他威胁道：“说话小心点，再多嘴小心丢了工作。”突然，一个冰冷的女声传来：“保安，有人骚扰我老公，把他们赶出去。”只见宁月熙换上了一袭纯白婚纱，简约大方的剪裁透着高贵气质，配上她那张精致的脸蛋，简直就是所有男人心目中的女神。宁月熙扭着腰走到我旁边，娇声问：“弟弟，这件衣服好看吗？”还故意朝我耳边吹了口气。他这话让我浑身一激灵，汗毛都竖起来了。陆程正好在不远处，看到宁月熙后，惊讶地打断我：“方莫是你老公？”他总觉得这女人有点面熟。柳如烟在一旁冷笑：“哟，方莫动作挺快啊，才跟我分手20多个小时就找到新欢了。”他继续嘲讽道：“难怪你一点都不难过。不过这位小姐，你眼光也太差了吧，连方莫这种没人要的男人都看得上，他到底哪点吸引你了？”随着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在西装店里炸响，再多说一句，我立刻让人把你扔出去。这句话冷冷地甩了出来。柳如烟被这突如其来的耳光打懵了。当她看清宁月熙的容貌时，即使同为女性也不由得心生嫉妒。这女人实在太美了，这样的绝色佳人怎么会看上方莫？分手后的人往往希望看到前任过得不如自己，这样才能证明当初分手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此刻宁月熙光是站在那里，散发的气场就完全压制了柳如烟。更让人意外的是，宁月熙竟然直接给了柳如烟一记耳光。紧接着，柳如烟尖锐的叫声充斥着整个西装店：“陆晨，有人打我，你管不管？陆晨，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出头啊！”陆晨还没来得及开口，几个保安就快速围了上来。柳如烟从没见过这种阵仗，被吓得脸色发白，眼神里满是慌乱和不安。身材魁梧的保安队长往前一站，出声问道：“怎么回事？宁小姐，是谁在闹事？”宁小姐挽着丈夫的手臂说：“我们夫妻俩在这选衣服，这女的非要缠着我老公不放，把他们送去派出所，就说有人故意闹事，扰乱商场秩序，先关2天再说。”保安们一听这话，立即朝陆晨和柳如烟逼近。柳如烟脸色煞白，惊慌地喊道：“别碰我！我男朋友也是你们商场的贵宾，你算什么东西？敢动我？考虑过后果吗？知道会给商场带来多大损失吗？”陆晨，快给他们看你的贵宾卡！陆晨也慌了神，手忙脚乱地掏出一张卡要递给保安。我确实是商场的超级贵宾，就算这位小姐和我身份相当，她也没权利赶我走。宁月熙没等对方说完，直接抢过卡片一把折断，冷冷说道：“从现在起，你们什么都不是了。”柳如烟气得浑身发抖，你凭什么这么做？长得漂亮就能无法无天吗？我要告你，我要起诉你，我要让商场老板把你拉黑。他继续叫嚣着，要知道那张至尊黑卡可不是谁都能拿到，得在商场消费超过10万才行。柳如烟还想着发朋友圈炫耀自己的名媛身份，去告我啊，让商场老板把我拉进黑名单。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方莫的老婆宁月熙，现在明白了吧？保安，把这2个人赶出去。什么？她是宁月熙，江城第1豪门的大小姐。陆晨和柳如烟顿时如遭雷击，脸上写满了震惊。等那2人被拖走后，西装店又恢复了平静。月熙姐，你刚才太帅了，我咽了咽口水，不知道是因为宁月熙一直挽着我的胳膊，还是因为终于赶走了那2个讨厌的家伙，感觉特别解气。宁月熙轻轻捏了捏我的脸，宠溺地笑着说：“那个就是你前女友柳如烟吗？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你们之前发展到哪一步了？能告诉姐姐吗？我很好奇呢。”听到这话，我困惑地看了宁月熙一眼，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见我迟迟不说话，宁月熙眼神暗淡下来，声音也变得低落：“牵过手吗？抱过吗？接过吻吗？难道已经那个了？”我顿时慌了，赶紧摇头：“月熙姐，你想什么呢？柳如烟一直看不起我，怎么可能跟我发展那么快？大学3年最多也就牵过手。”宁月熙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脸上的失落一扫而空。她凑到我耳边，小声说：“整整3年，不会变坏了吧？”我感觉一股热气从脚底直冲头顶，连原本想问的问题都忘了，心里纳闷为啥月熙姐一个女生会这么白。我赶紧提醒月熙姐，这是在公共场合，注意点啊！宁月熙明白这是急不得，毕竟自己消失了2、3年，现在身份又突然转变，她一时难以接受也很正常。她嘴角扬起一抹迷人的笑，心想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来，便笑着问：“那你更喜欢姐姐还是柳如烟呢？”我脱口而出：“当然是月熙姐了。”但马上补充道：“不过以前是亲情，现在算是朋友以上恋人未满了。”说完自己都有点心虚，面对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姐姐，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宁月熙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但是月熙姐，你是怎么知道柳如烟的事？还有你怎么知道她叫柳如烟？我应该没跟你提过我前女友是吧？听到这话，宁月熙脸色一变，心里暗叫不好，差点露馅了。不过她很快反应过来，找了个借口：“这个是因为昨晚你喝多了在酒吧提起，你醉得厉害，嘴里一直喊着这个名字。我喝醉会喊柳如烟，可我自己都没觉得有多爱她。”想起昨晚的事，我苦笑着对宁月熙说：“月熙姐，咱们能不能约法3章，先把酒吧的事忘了？我现在都想换个星球生活了。”宁月熙心里暗想：换星球，想都别想，我等了你13年，好不容易等到你长大，怎么可能让你跑掉？但她嘴上还是答应：“好啊，不过你可别骗我，你和柳如烟真的没什么。昨天你可是亲口说你们住在一起的。”我顿时瞪大眼睛，我去，我连这个都说出来了，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喝酒了，再喝怕是要把老底都抖光。我无奈地说：“月熙姐，不是说好不提这事了吗？”宁月熙轻哼一声，伸手掐了我一下：“我可是你老婆，打听一下你的过去怎么了？难道你想骗我？撒谎的男人一点都不可爱。”说着就把脸凑了过来，我们俩离得特别近，近到我都能数清楚宁月熙那长长的睫毛有多少根。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看到我这副模样，宁月倩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呼出的气息带着蓝麝般的香气，轻轻拂过我的脸颊，让我耳朵根都红透。她撒娇道：“最后一个问题了，你就回答姐姐吧。”我干咳一声，强忍着不去开口。同居是因为柳如烟不想自己付房租，
就让我在公司附近租了2室1厅的房子，我们分床睡的。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其实我在家写书能养活自己，真的有收入的。话还没说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等等，我的电脑还在柳如烟那可是我吃饭的家伙。这样吧，我说刚才看中的西装都包起来，回家再试。现在先陪我去拿电脑。到了目的地，宁月熙冲我眨眨眼，要我陪你上去吗？我的心跳突然加快，脸也红了，连忙摆手说不用了，姐姐，我自己去就行。上楼后我按了门铃，却没人应门。刚拿出钥匙准备开门，门突然从里面猛地被推开。柳如烟脸上敷着冰袋，冷冷地瞪着我。方木，你来找我干什么？我愣了一下，心想月熙姐下手真够狠的，不过打得好。突然，柳如烟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神色。我懂了，是不是宁月熙把你甩了，所以你才回来找我？想想也是，人家可是江城最有钱的豪门，癞蛤蟆哪配得上天鹅呢？月熙姐的事不用你管，我是来拿电脑的。让开，拿了东西就走。原来你不是来求复合的，还跟宁月熙在一起，你配吗？还想要电脑？说完，柳如烟砰地摔上门。既然你都已经搬出去了，那屋里的东西都归我处理。想要电脑是吧？去楼下垃圾桶里找吧。突然一声巨响传来，我那台厚重的游戏本被狠狠摔在水泥地上，瞬间4分5裂。我1.85米的大个子气得浑身发抖，差点没站稳。这时身后有人扶住了我，是林希涵。他做了什么？我铁青着脸指着地上粉碎的电脑，他摔了我的电脑。宁月熙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敢摔我男人的东西，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宁月熙弯腰捡起地上的主板，递给我说：“这个交给我吧，我找人帮你修好，里面的文件肯定能恢复，你不用担心。”他接着说道：“今天他摔你电脑这事，姐姐一定替你出这口气。”我们来到3楼，宁月熙用力敲着房门，发出砰砰的响声，但房门紧闭着，明显被人从里面反锁。林希涵在里面冷笑挑衅：“方木，有本事让你宁月熙姐来收拾我啊！老娘就是不开门，你能拿我怎样？”宁月熙再厉害，还能踹开这扇门不成？听到这话，我气得直咬牙。看来今天是没法跟他理论了，只能在心里暗暗记下这笔账。柳如烟，你给我等着，以后别让我逮到机会。月熙姐，我们还是走吧。柳如烟房门关得死死的，总不能硬闯吧？宁月熙冷哼一声，走，想得美，敢欺负我的人，今天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等我3分钟。说完，他就踩着高跟鞋噔噔噔下楼了，看样子是去车里拿手机。3分钟后，宁月熙带着一群头戴安全帽的装修工人上楼，楼道顿时挤得水泄不通。我眼皮直跳，月熙姐，你这是要干啥？宁月熙脸上闪过一丝得意，指着紧闭的房门说：“就拆这个。”几个工人二话不说就上前动手，他们才不在乎宁月熙是不是这房子的主人，就算违法拆房也无所谓，大不了以后改行。毕竟这位宁小姐给的钱实在太多了。电钻和锯子的轰鸣声在楼道里回荡，我紧张地看着这一切，心里直答：月熙姐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吗？宁月熙扬起笑脸，撅了撅红唇，能有什么事啊？难道她还能报警抓我不成？老婆帮老公解决问题不是应该的吗？她眨眨眼，有什么不方便？连难言之隐都可以告诉姐姐哦。等等，青年慌忙摆手，这话题怎么又歪了？姐姐，你这车开的不对啊，快放我下去！宁月熙捂着嘴轻笑，那这样吧，要是真出什么事，姐姐就让你去背锅好不好？她忍不住伸手捏了捏我的头，实在是因为我现在的表情太可爱了，又呆萌又帅气，这样的弟弟谁不想要一个？突然，大门轰然倒塌，扬起一片尘土。柳如烟在房间里看得目瞪口呆，被灰尘呛得直咳嗽。她怎么也没想到宁月熙居然真的敢拆她的门，她愤怒地喊道：“宁月熙，这是我租的房子，你疯了吗？有钱了不起啊？你这是私闯民宅，我要告你！我这就给房东打电话报警，让你赔偿。就算你是宁月熙又怎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宁月熙冷笑一声：“犯法？那你倒是说说，我犯什么法了？”柳如烟虽然懂些法律常识，知道私闯民宅和破坏他人财产是违法，但面对有备而来的宁家大小姐，她显然不是对手。宁月熙嚣张地宣布：“从今天起，这房子就是我的，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算把它拆了，你也拿我没办法。”说完，他还晃了晃手机，挑衅地说：“不信的话，你自己打电话问问房东啊。”这番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我很快反应过来，8成是宁月熙刚才下楼时又用了他的超能力，直接把整栋楼买下来了。这位姐姐办事效率真是高得吓人。听到这话，柳如烟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面对财大气粗的宁家大小姐，她这个柳如烟的水平根本无力抗衡。对了，我和方墨已经领证了。宁月熙淡淡的补充道：“以后请你少来骚扰他，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她接着说道：“方墨是我的宝藏男孩，你把他弄丢了，只能说是你的损失。说起来还得谢谢你，要不是你有眼无珠，我也不会这么顺利得到他。限你3小时内搬出这间公寓。”宁月熙冷冷地下了最后通牒，否则我们就法庭上见。柳如烟越想越气，方墨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林家大小姐这么死心塌地？她感觉就像错失了一个亿，气得脸色通红，差点背过气去。结果她直接晕了过去。我愣了一下，月熙姐，柳如烟好像真的晕了。宁月熙本来以为我会夸她霸气威武，没想到我居然还有心思关心柳如烟，气得她直撇嘴。她没好气地说：“要不趁现在把你们3年没做的事补上。放心，我绝对不告诉别人。”我一开始没明白，反应过来后脸都红了。月熙姐，你生气了？宁月熙最后丢下一句：“你不是挺关心他的吗？看你这么上心，要不姐姐帮你把他追到手，成全你们。”说完转身就往公寓外走，我赶紧跟上去，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完全摸不着头脑。姐姐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生气了？我急忙解释：“月熙姐，你别开玩笑了，我现在对柳如烟一点感觉都没有，刚才就是随口一说，你该不会是吃错了吧？”宁月熙停下脚步，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直直盯着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那你告诉我，你喜欢谁？我帮你去追她。我鼓起勇气迎上她的目光，硬着头皮说：“我喜欢月熙姐。”宁月熙听到这话，眼睛又笑成了弯弯的月牙。正说着，一个留着寸头的帅哥朝这边走来。月熙，真巧啊！他热情地说：“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翡翠公寓转转？早知道你要来，
我就订好饭店请你吃饭了。他穿着笔挺的西装，一看就是职场精英的派头。宁月熙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来办点事，现在就要走了。听到这话，男人赶紧挡在宁月熙身前，笑着说：“月熙，咱们好歹是多年老同学，就算不热情，也不至于这么冷淡吧？之前宁老爷子也提过，让你多跟我们这些同龄的青年才俊接触。既然今天碰巧遇上了，不如一起吃个饭吧，赏个脸。真是大胆，敢当着我的面追求我老婆。月熙姐的魅力真是挡不住，连这种地方都能遇到追求者。我忍不住嘀咕，我轻咳一声，开口道：我是宁月熙的老公，这位先生，我知道月熙很优秀，长得也漂亮，吸引人很正常，但她已经结婚了。那男人脸色一僵，愣住了。结婚了？宁月熙竟然结婚了，还是跟一个看起来才20出头的小子？这怎么可能？月熙，你是在试探我对吧？你怎么可能突然结婚？而且你结婚我居然不知道，你肯定是在考验我，对不对？你明白我对你的感情。老爷子也很看好我们两家，考验个鬼！谁有空考验你？我们家月熙姐哪有闲工夫专门试探你？不知怎么办，我心底突然冒出一股无名火。你也别拿老爷子说事，我上午刚从宁家出来，我和月熙姐是合法夫妻，我们的婚姻受法律保护。您作为公民应该遵纪守法，总不会做出抢别人妻子这种事吧？先生要是没别的事，我们就先走了。还有，以后别随便约别人老婆吃饭，这次念在你不知情就算了，要是再有下次，别怪我不客气。说完这句话，我拉着宁月熙就往外走。宁月熙完全愣住，他原本只想让方墨帮他说几句话，摆脱那个烦人的家伙，没想到面对纠缠，方墨居然展现出暴躁的一面。那一刻，宁月熙心里莫名涌起一丝安全感，心想：小家伙，你这是吃醋了吧？这时，宁月熙非要拉着我去试穿刚买的婚礼装，而我完全没察觉他在套路我。我试衣服的时候，宁月熙偷偷给管家打了个电话，去方墨住的地方，把他所有东西都搬过来。我家老公要用。他笑得像只小狐狸，眼里闪着脚下的光。没过多久，我换好衣服走出来。都说西装是男人的战袍，果然人靠衣装，穿上后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宁月熙满意的点头。我们家弟弟穿什么都帅，我也去换婚纱，咱们一起照镜子看看。宁月熙刚进房间没几分钟，就听见他喊：“弟弟，快进来帮我！”后面拉链够不着，走进房间，再次看到穿着雪白婚纱的他。明明上午才见过，可宁月熙的美貌还是让我看呆了。她真的太美了，美得让人移不开眼。注意到我的反应，她眼里闪过一丝得意，傻站着干嘛？还不快来帮忙？想累死我啊！我轻咳一声，主要是姐姐太漂亮，一时看入迷了。帮她拉上拉链时，我的手不小心碰到了宁月熙光滑的后背，顿时浑身一颤，哪怕只是轻轻碰了一下，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不愧是40亿男人的梦中情人，虽然我自言自语的声音很小，但还是被宁月熙听到了。她转过头笑眯眯地看着我。那我采访一下，咱们方墨弟弟娶了40亿男人的梦中情人，是什么感觉啊？听到这话，我脚下一滑没站稳，直接踩在了宁月熙婚纱的托吻上，整个人失去平衡，抱着宁月熙一起摔了下去。砰的一声，我俩彻底贴在了一起。我比宁月熙高了小半个头，嘴唇正好亲在了她的额头上，望着她近在咫尺的红唇，我心头突然涌起一股想要亲吻的冲动。幸好理智及时拉住了我。当我的唇碰到宁月熙额头时，她明显颤抖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快起来，你都1.85米了还这么重，想压死姐姐吗？我赶紧起身，顺手帮她整理好婚纱裙摆。对不起姐姐，我不是故意不小心的。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转眼间客厅里就堆满了10几个行李箱。管家小杰放下最后一个箱子，恭敬地报告：小姐，先生的行李都搬过来了。我听完直接绷不住了，这些箱子里装的都是我的东西，我家什么时候被人搬空了？林月熙冲小杰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先走。这管家也太自以为是了吧？谁让他擅自做主的，连问都不问我一声，就把我所有东西都搬来了。宁月熙气鼓鼓地附和道：就是啊，就算你今晚回去住，连洗漱用品都没有。再说了，搬来搬去多麻烦，都这么晚了，姐姐我再帮你搬回去，等你收拾完躺床上都得半夜了，净给人添麻烦。我这就把他叫来问问怎么回事。听到他这么说，我一下子愣住了，连忙摆手道：算了，月熙姐，这事也不能全怪他，毕竟他也是好心。对了，你这里还有别的空房间吗？实在不行我睡书房也可以。宁月熙一听这话，脸上闪过一丝得逞的笑容，他心里盘算着，今天睡书房，明天就能睡次卧，再过几天说不定就能同床共枕了。那今晚你就睡书房吧。他故作镇定地说：你说的对，反正咱们已经是夫妻了，爷爷盯得这么紧，早晚都要住在一起的，早点晚点搬东西也没什么区别。这样吧，我先帮你整理一下衣服，暂时穿不着的我就给你收进衣柜。我呆呆地点了点头。好。宁月熙抱着2个箱子往卧室走，我看着他背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好像往自己卧室方向去了。我赶紧追上去说：月熙姐，我的行李还是放书房吧。宁月熙笑着回答：可我卧室才有衣柜啊，你总不能让贴身衣物到处乱扔吧，那样多不卫生。他打开柜子介绍，这边放下装，那边放更装，但明显跳过了中间一个大抽屉。我忍不住指着问：月熙姐，这个抽屉里装的是什么？宁月熙故意拖长声调，露出坏笑，一把拉开抽屉，你自己看看不就明白了。下一秒，我只觉得浑身发热，从脚底直冲头顶，这画面太刺激了，特别是想象月熙姐穿上的样子，我几乎是落荒而逃。月熙姐，我去洗把脸冷静下。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各种乱七八糟的画面在脑子里挥之不去。正烦躁时，手机突然响了，是个没备注的好友发来的消息：睡了吗？我刚打出你是谁3个字，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看你显示正在输入，应该还没睡吧？我想你了。我心想，该不会又是哪个暗恋我的女生吧？直接回复：不好意思，我结婚了。顺手拍了张结婚证照片发过去。没想到1分钟后房门突然被敲响，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宁月熙就推门进来，保存的挺好啊。不过小家伙，你是不是该解释下为什么没给姐姐存备注？他硬是拉着我，非要我亲手存好他的电话和备注才敢罢休。第二天一早，好友李浩文就打来电话，江城40亿男人的梦中情人居然被你小子追到手了，快老实交代，
你给女神灌了什么迷魂汤？该不会是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吧？女神得了什么怪病，需要找个上门女婿冲洗？您家这才勉强选了你当赘婿，可不容易啊！作为兄弟劝你一句，放过宁仙子吧，让我来替你承受这份被人瞧不起的痛苦。行了，行了，别装了，别演了。月希姐是我喝醉后硬拉着去民政局领证，这事是我的责任，当然该由我负责。你下午有空吗？有什么想问的当面聊吧。这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在江城就李浩文一个兄弟，婚礼上还得靠他当伴郎，要是不满足他的好奇心，这小子说不定真会撂挑子不干。下午2点多，餐厅里李浩文兴奋地嚷嚷：“好家伙，你身边全是富婆，娶的都是有钱老婆，快说说你们是怎么好上的？”想起酒吧那尴尬事我就头疼，但还是咬牙把事情从头到尾跟李浩文说了一遍。李浩文听完一脸懵逼，所以是你喝多了硬拉着宁总去领证。最离谱的是宁总居然没反抗，我苦笑着解释，月希姐是怕我发酒疯把他脸抓花，才不得不跟我去民政局。李浩文立刻摇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虽然我恋爱经验少，但基本常识还是有的。我猜宁总不是被逼的，说不定早就计划好了。我立刻使劲摇头，这绝对不可能。李浩文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小子是真傻还是装傻？你们家月希姐可是出了名的背景深厚，对付一个醉汉还不是小菜一碟？我干咳一声，说不定月希姐是怕我发酒疯的。李浩文冷笑，堂堂豪门大小姐会怕一个醉汉发酒疯？按你说的，就算在出租车上他没法叫保安，总该能报警吧？再说了，从出租车到民政局这段路，难道他找不到帮手？民政局那种地方随便喊一声，立马就能跳出7、8个大汉把你拖走。宁月希年纪轻轻就能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这么精明的女人，怎么可能被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算计？他忽然话锋一转，想骗到宁总，只有一种可能。李浩文故意拖长了语调，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赶紧追问，除非什么？除非他是真心想嫁给你，这都不懂吗？这句话像道闪电劈在我头上，整个人都懵了。李浩文分析的头头是道，逻辑上挑不出毛病。难道宁月希真的喜欢我？李浩文突然压低声音凑近我，不过你以后可要小心了。听说宁总平时不苟言笑，对谁都是冷冰冰的。我愣了一下，不对啊，虽然宁月希在外人面前确实高冷，但从小到大对我一直很温柔，特别是昨天发生那些事，想到这我耳朵都发烫。他真有那么难接近吗？正想着，宁月希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接我。李浩文在旁边偷听到女神要来，激动的手舞足蹈，拼命朝我使眼色，示意让他来接待。我无奈的笑了笑，说行吧，你来就你来。我对着电话说，我和朋友在一起呢。顿了顿，又补充道，对了姐，我得提醒你，是同性朋友。半小时后，身后突然传来清脆的声音，在聊什么呢？听到是宁月希的声音，我兴奋地转过头，当时我坐在椅子上，而他正弯着腰站在我身后，两人脑袋的高度刚好差不多。这一转头不要紧，我的嘴唇正好碰到了宁月希的红唇，哪怕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宁月希却像只受惊的小兔子，慌忙往后退去。此刻我满脑子都是那张近在咫尺的绝美脸庞和柔软的触感，结结巴巴地问月希姐，你什么时候来的？宁月希红唇微嘟，又羞又恼地瞪着我，本来想吓你一跳给你个惊喜，谁知道你居然趁机占姐姐便宜。这下好了，姐姐的初吻没了，以后还怎么二婚啊？让她害羞的是，两人结婚才2天就亲上了。虽然是意外，更让她生气的是，这可是她珍藏了27年的初吻，就算心里早就决定要留给这个小坏蛋，也不该这么草率地交出去，连点仪式感都没有。我愣了一下，这什么道理？初吻没了就不能再婚？我忍不住问，那找个不介意你亲过别人的呢？宁月希狠狠掐了我一把，胡说什么？我妈说过，亲亲会怀孕的，姐姐都怀孕了，还怎么嫁人？我震惊地看着她，宁月希姐，你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怎么会不知道亲亲不会怀孕？这不是大人骗小孩的吗？和李浩文简单聊了几句后，宁月希就带我回家了。车上，宁月希双手握着方向盘说，你的电脑主板我让秘书找人修了，对方保证一定能修好。我惊喜地睁大眼睛，真的吗？电脑摔得那么惨，我本来都不指望能找回文件了，没想到月希姐居然能找到人完美修复。我感激地说，谢谢月希姐。宁月希轻轻抿了抿红唇，既然是感谢，就不能换个好听点的称呼吗？我想了想，试探着说，谢谢大美女。宁月希面无表情，我又改口，谢谢仙女姐姐。她还是没什么反应。我抓了抓脑袋，突然想到个好主意，赶紧说，谢谢老婆大人。宁月希眼睛笑成了月牙儿，甜甜的回应，不用谢哦。她这甜美的声音配上那张天使般的脸蛋，完全看不出是个快30岁的成熟女性，反而像个重返18岁的青春少女。可我们都没察觉到，危险正在悄悄逼近。听好兄弟说，宁月希可能早就喜欢我了。我琢磨着得找个机会试探试探。晚上冲完凉，我正准备回书房睡觉，宁月希突然叫住我，等我睡着了你再走。下午可能咖啡喝多了，有点睡不着，我只好乖乖坐在床边，目光无意间扫到窗台上摆着的3个小黄人玩偶，心里一动，我鼓起勇气问道，月希姐，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宁月希微微抬眼，什么问题？我深吸一口气，直视着她的眼睛。月希姐，你手机壁纸上那3个小黄人是不是我送你的？穆月希一听，当场愣住了，心里暗想，不会这么快就被他发现了吧？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装作若无其事地看向窗台上的小黄人。弟弟，你在说什么呀？哪来的小黄人？我心里一沉，有些失望。月希姐，你忘了吗？大3那年，我和李浩文在商场赢了3个小黄人，正好碰到你在领奖品，我觉得带着麻烦，就都送给你了。你手机壁纸不一直都是这3个小黄人吗？宁月希故意拖着下巴，假装思考，有这回事吗？姐姐怎么不记得了？这小黄人玩偶是看电影送的奖品，咱们不是好多年没联系了吗？你该不会前2年还见过我吧？我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心里暗骂自己太自作多情。梁静茹给我的勇气吗？居然会怀疑40亿男人的梦中女神。宁月希坏笑着追问，弟弟，你该不会以为姐姐暗恋你吧？被他
戳穿心思，我整张脸都涨得通红。姐，我有点困了，先去睡了，你也早点休息。说完就逃也似的冲出房间。房间里，宁月熙露出狡黠的笑容。刚才被小家伙这么一弄，心跳都加快了。还好这小子比较好控制，他可不想在比自己小8岁的弟弟面前丢脸。承认暗恋了他整整13年，宁月熙这么要面子的人，才不会做这种亏本买卖。他打算等方墨彻底爱上自己后，再告诉他真相。男人嘛，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总是不懂得珍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直奔商场，想给月熙姐的婚纱改个款式。走到上次那家西装店门口，我清了清嗓子，对店员说：“你好，我就是上次来买婚纱的那位。”女店员一看到我，立刻惊呼：“您是宁总的丈夫，少爷来了，快通知男装区清场。上次在西装店给少爷留下了不好的购物体验，今天整个男装区直接暂停营业，等少爷离开后再重新开放。”这话一出，周围店铺纷纷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不用，你们照常营业就行。其实我不是来买衣服的，是想改一下月熙姐的婚纱。女店员听完点点头，见我这么说，她也就没再坚持。突然，一个轻浮的声音传来：“随便挑随便选，平时你们可没机会来这种高档地方。不过这是我小嫂子开的店，你们就当自己家一样。”只见一个穿着花哨的年轻男子带着3、4个女孩朝这边走，他被女孩们众星捧月般围着，脸上写满了享受。我扫了一眼就移开目光，安静的等着婚纱修改完毕。没过几分钟，隔壁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给你脸了是吧？我说了挂账上，小嫂子会给我处理的。你们是不是不想在这商场干了，敢违抗我的意思？”女服务员颤抖的声音响起：“陈少爷，您朋友拿的东西实在太贵重，特别是这颗永恒之星，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价值100万。上次您说挂账，宁总就交代过让我们别理您，要不我给宁总打个电话。”话还没说完，突然啪的一声巴掌声响起，那个纨绔子弟的声音又提高了8度。宁月熙不过是我们陈家看上的儿媳妇。陈凯旋嚣张地说：“她迟早是我哥的女人，她的东西就是我们陈家的东西，你敢不给我陈凯旋面子？”珠宝店店长赶紧过来打圆场，陪着笑脸把店员拉到一边：“陈少您消消气，今天宁总的丈夫也在商场，要不您跟他商量，只要方墨少爷点头，这些珠宝您尽管带走。”陈凯旋明显愣住了，显然从没听说过宁月熙已经结婚的消息。他立刻火冒三丈：“你耍我是吧？在江城这块地界上，谁敢跟我哥抢女人？有种叫他出来跟我当面较量！被人这么当面挑衅，我再忍下去就太窝囊了。不管我和月熙姐的感情如何，至少现在我们是合法夫妻。”我直接站起来走过去：“我就是方墨，宁月熙的丈夫。”这时，陈凯旋身后一个女孩娇滴滴地说：“凯旋哥，人家就是喜欢那颗珠宝啊，我想要。”陈凯旋咧嘴一笑：“宝贝儿，你喜欢什么哥都给你弄来。”他转头恶狠狠地瞪着对方：“你小子哪冒出来的？宁月熙什么时候成你老婆了？连我们陈家双雄都不知道，敢跟我大哥陈凯哥抢女人？”对方淡定地回怼：“抱歉，真没听过什么陈家双雄，想要珠宝就自己掏钱买，没钱就打欠条。这年头抢劫可是要吃牢饭的。”这番话让围观的店员们心里暗爽，有路人甚至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早就看陈凯旋这副嚣张样不顺眼了。看我一脸淡定，陈凯旋这个富二代有点城府，眯着眼睛多问了几句，想知道我是不是江城哪个家族的子弟。结果发现我既不是华夏哪个家族的子弟，也不是富豪榜上的隐形富豪。这下陈凯旋彻底火了，他怒道：“你连我哥和宁月熙是什么关系都不知道，就敢来掺和这事？”我还是摇头，一问三不知。说实话，我是真不清楚，毕竟我和月熙姐好几年没联系了。上流社会的事哪是我这种普通人能知道？摸清我的底细后，陈凯旋彻底放心了，冷笑道：“宁月熙和我哥可是家族联姻，2个上流家族强联手，你什么都不知道，还敢在这儿多管闲事？”他身后几个女孩也跟着趾高气扬地嘲讽起来。现在真是啥人都敢装大尾巴狼了，宁总随便给点好处，他就真把自己当宁家主人了。凯旋哥，快把珠宝拿上，咱们走，待会还要和朋友喝下午茶呢。我都说好要带你送的珠宝去，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陈凯旋得意地笑：“那当然不会。服务员，听见没？赶紧把东西给我包好。”珠宝店老板为难地看向我：“方墨少爷，您看这是怎么处理？直接报警。”我平静地说：“不管月熙姐和你哥以后会怎样，现在她是我妻子。既然她之前交代过，今天这店里不付钱，你一件都别想拿走。”陈凯旋原本得意洋洋的表情突然僵住了，他意识到这事要是闹到公安局，吃亏的肯定是自己。陈凯旋咬了咬牙，恶狠狠地说：“小子，你给我等着，等我哥回来收拾你。”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他边走边骂：“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我哥，让他知道他那个未婚妻的真面目，什么商界女神，怕不是个公交车。”听到这话，我脸色一沉，厉声喝道：“站住！”陈凯旋停下脚步，冷笑道：“怎么，现在知道怕了？告诉你晚了，等我哥回来，有你好看的。不好意思，今天是你完了。我只说收了珠宝，可没说你能走。去叫保安来，把这些闹事的都给我控制住。”陈凯旋身后的几个女孩顿时脸色大变，惊慌失措地喊道：“凯旋哥，怎么回事？你们要干什么？他可是江城陈家的2少爷。”陈凯旋勉强安抚了他们几句，就恶狠狠地瞪着我：“等我哥回来，我一定要让他好好奖励你今天的表演，替我出这口恶气。我还要让他录视频发到网上。”话还没说完，我突然闪到他面前，一巴掌扇过去，差点把他3颗牙打飞。“你敢打我？”陈凯旋捂着脸，一脸不敢置信：“你当众羞辱我妻子，骂人还算轻的，现在立刻给宁月熙道歉，不然我不介意多赏你几个耳光。”我甩了甩手腕，浑身散发着不容侵犯的气势。陈凯旋身后的女伴们见状，立刻叫嚷起来：“你完
完蛋了，敢打陈少，你惹上大麻烦了。他们七嘴八舌的附和，就是连宁总都保不住你。这些人既没抢到珠宝，又丢了面子，自然对我恨得牙痒痒。陈凯旋咬牙切齿地瞪着我就说了宁月熙2句，你就急成这样？告诉你，你再怎么发疯也改变不了结局。我哥会好好奖励宁月熙的，你今天这一巴掌，明天我会10倍还在宁月熙身上，到时候一定请你来好好欣赏。我胸口剧烈起伏，眯起眼睛，眼中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上前一把揪住陈凯旋的衣领，左右开弓就是几个耳光，清脆的巴掌声接连响起。让你道歉，你倒在这儿跟我耍横是吧？啪的一声，一点教养都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尊重人吗？又是一巴掌，买东西不给钱，还好意思自称豪门少爷，连法律都不懂，不知道我和宁月熙是合法夫妻。你眼里还有没有法律？有没有把别人的丈夫放在眼里？陈凯旋挨了几巴掌后，脸肿得像个猪头，眼里满是恐惧。他没想到这个愣头青不仅不怕危险，还敢继续打他。他踉跄后退几步，差点摔倒，指着我低声骂道：“疯了！宁月熙养的狗疯了！今天宁月熙不给我道歉，这事没完，我倒要看看宁月熙会不会保你。”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传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带着冰冷的气场出现在我面前，没有丝毫犹豫，宁月熙扬起手就要打下来，嘴里骂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道歉？还敢威胁我男人？”他冷笑一声：“有本事就跟我宁家开战，大不了鱼死网破。”说完，他转头关切地看着我：“弟弟，你没事吧？下次打这种口无遮拦的畜生别用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要是把手打疼了，姐姐会心疼的。”他边说边拉过我的手，轻轻揉着，这亲密的举动让我顿时红了脸，毕竟周围还有那么多人看着呢。宁月熙几分钟前就到了商场，他先上2楼转了一圈，今天正好是他例行检查商场工作的日子。明明和方墨分开还不到2小时，宁月熙心里却莫名有些空落落。他开始想念那个容易害羞的小家伙。刚到1楼，他就看见陈凯旋在方墨面前胡说八道。宁月熙本想立刻过去，但看到方墨自己站了出来，就决定站在不远处看看情况。他想看看方墨会怎么应对嚣张的陈凯旋。从宁月熙现在的表情来看，他对方墨的处理方式很满意。宁月熙，你什么意思？陈凯旋的气势明显弱了下来。要是他哥哥在场，或许还能和宁月熙平等对话。我的意思很清楚，方墨打你那几巴掌，是因为你侮辱他老婆，打你是应该的；而我打你，是因为你侮辱我老公，同样天经地义。要是你想跟方墨对着干，那咱们2家就较量较量，看看你们陈家有没有这个本事。说完这话，宁月熙挽住我的胳膊，红唇微扬，露出一个让人心醉的笑容。不过我敢说，在中间挑事的你，肯定会是第一个倒霉的。陈凯旋听完这话，额头直冒冷汗。他本来只是嘴上逞能威胁2句，一个2世祖哪有资格代表陈家？可他万万没想到，方墨在宁月熙心里竟然这么重要。宁月熙，别的先不说，你背着我哥找男人这件事，明显是你违背了当初的约定。宁月熙挑了挑眉，不以为然地说：“婚约，你父亲跟我爷爷随口提过的事，连8字都没一撇呢，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倒像是我宁月熙已经嫁进陈家了似的。我数3秒，你要是不想看到宁陈2家开战，就立刻从我眼前消失。”陈凯旋最终实在没脸继续待下去，转身就往商场外走。闹剧结束后，宁月熙拍了拍手：“好了，热闹看够了吧？现在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的姑爷，以后只要方墨少爷在场，什么事都不用向我汇报，直接找方墨少爷就行，他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我听了连忙摆手拒绝：“不行不行，姐我什么都不懂，哪能替你做主啊？要是搞砸了可怎么办？”宁月熙温柔地笑了：“你刚才的表现很棒，我都看入迷了呢。”可冷静下来后，陈凯旋说过的话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虽然我不信宁月熙会暗恋我，但听说他有婚约在身，心里还是莫名的难受。人群渐渐散去，商场恢复了平静。月熙注意到我闷闷不乐的样子，关心地问：“怎么了，弟弟？还在想陈凯旋的事吗？”我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不住问道：“月熙姐，你真的会嫁给陈凯旋的哥哥吗？”陈凯哥订婚的消息传来，宁月熙眉头一皱，随即恍然大悟，原来是这小家伙在吃醋啊！他咬着嘴唇，娇嗔道：“那你希望姐姐和别人结婚吗？”我当然不希望，差点就脱口而出，但最终只敢在心里默默想着，如果没有这场误会的留证，月熙姐是不是就会按部就班地继续她的女总裁生活？是啊，肯定是这样。我们俩的生活轨迹完全没有交集，我也不会出现在她的世界里。等到适婚年龄，月熙姐大概率会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结婚，就像陈家那样，就算结婚对象不是陈凯哥，也会是王凯哥、张凯哥之类的。而我方墨只能以儿时玩伴的身份去参加她的婚礼，在婚礼上祝福她幸福，看着她被别的男人搂在怀里，用那双会放电的眼睛挑逗别人，用那张薄唇亲吻别的男人。想到这里，我胸口就堵得慌。宁月熙好像看出我在想什么，漂亮的脸蛋凑近我耳边，轻声说：“别担心，姐姐不会嫁给别人的，我们俩不是处得挺好的吗？我可不想再结第2次婚。”她说话时呼出的热气喷在我脸上，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宁月熙还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再说陈凯旋那些话都是瞎编的，陈父确实跟我爷爷提过联姻的事，但我爷爷根本没答应。陈凯旋知道后，就整天到处说我是他大嫂，还拿这事当借口，经常来商场白吃白喝。后来我知道了，就下令让员工不用给陈家面子，必须让他付钱。没想到这小子今天还敢来商场闹事。宁月熙说着，眼神突然冷了下来，敢欺负我宁月熙的男人，真当我是好惹的？听他这么一说，我脸顿时红了。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月熙姐根本没有什么婚约。想到这里，心情一下子轻松了不少。对了，月熙姐，我爸妈明天就回来了，既然咱们都领证了，见家长是必须的。
总不能偷偷摸摸就把婚礼办了吧？月希姐，你还有工作要忙吧？要不你先去忙，我在这等婚纱改好给你发消息。要是你有空，就下来试试看合不合身。林月希听了微微一笑，红唇扬起好看的弧度。她确实还有别的事要处理。今天除了来商场例行检查外，宁月希还在3楼茶室定了位置，要见几个朋友解释突然结婚的事。分开后，我继续坐在婚纱店里玩手机打发时间。店里的员工们看我的眼神里，除了之前的恭敬，现在又多了几分亲切。估计是因为我刚才帮老板说话的原因。宁月希刚走进3楼茶室，3道目光立刻齐刷刷地投向她。眼前坐着的是吴家大小姐、宋氏集团的长公主和郑家货运的千金。这3位算是宁月希在圈子里为数不多能玩得来的朋友。新娘子来了，一句玩笑话让3个女孩都笑出了声。宁月希无奈地瞪了闺蜜们一眼：“你们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兴师问罪啊？吴家贝你才从国外回来，在家待了不到1天吧？要是吴爷爷知道你又偷跑出来，肯定又要找我爷爷告状。”吴家贝委屈地瞅着宁月希：“你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以后晚上想溜出去喝酒都没借口。”宁月希听完直翻白眼：“你都多大岁数了？整天就想着哪儿小鲜肉多，去哪儿勾搭帅哥，再这么不上心，吴家那么大的家业以后给谁继承啊？”吴家贝无所谓的耸耸肩：“留给未来吴家女婿呗。我喜欢谁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惜神女有心，襄王无梦了。”说着还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宋氏集团的大小姐宋玉插嘴道：“得了吧，咱们几个谁的感情顺过？谁心里还没个暗恋多年的人啊？”话一说完，3姐妹齐刷刷看向宁月希，她们其实也不知道这位宁大小姐到底喜欢谁，因为她实在太能装了。她几乎从不喝醉，就算醉了也很少说漏嘴。她们能猜到宁月希和自己同病相怜，还是因为有一次宁月希伤心过度喝多了，哭得梨花带雨，嘴里还嘟囔着：“你们知道吗？我喜欢一个人13年了。”3姐妹听完都愣住了，没想到她